Hello， 大家好，我是糯米。先祝大家2025年新年快乐！新的一年，2025年总是要有新的挑战，对吧？那这次我要做的挑战呢，就是这个，我已经写在上面很久了。其实啊，我今年的目标是想要出一本新的画册。那这一本画册呢，有很多场景的篇幅。那我之前呢就已经画过非常多的场景了嘛，所以我想要把那个场景浓缩成一本画册。回过头来，发现我过往的一些作品跟现在画的东西好像有一点点落差的感觉。讲好听一点呢，是我进步了嘛。那我这次呢要做的是，我要画这一张。这一张呢，其实是我看了这一本杂志，我就想说，哇，我一定要画看这一张。我也有到现场取景，只是呢，我那时候拍的照片是这个样子，没有经过任何的修改之后，我就开始画了。在当时我画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张很漂亮，放到现在来看，我就觉得这一张好像有点太数位感了一点。所以呢，我打算2025年我再重画这一张，让它跟得上我目前绘画的工艺。除了画工要跟上我现在功力之外，我要画得更快了。就记录而言呢 ，iPad 上面记录的时间是23小时55分，画了整一篇呢。那我这一次我想要记录一下，我再重新画这一张，以新的风格、新的笔刷，我想要看看自己到底进步了多少。那就请各位看下去吧。之前我在夜市那边拍完了这张照片之后，单纯调个对比就开始绘图，所以整张画面的暗面几乎都是看不到的，缺乏很多的细节。2025年的我就把这张照片修图成大家目前看到这个样子，暗面的部分有的细节调整成蓝绿色，跟夜市的灯笼、橘色的灯光形成的对比，色彩细节上变得相当的丰富。调整完之后，打开 iPad 打稿咯。然后我们在画这些东西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把照片上面的一些小的内容就全部都先摆在一边。我们先把摊车的结构先画出来，就是垂直水平啊、摊车本体啊、招牌的大小，因为这个是最好运用透视线来去抓规则。抓好了场景的透视之后，再进入到画细节的线条上。这次的线稿我有分前后景，想说可能画到后面了之后，想要针对远景的部分做大小的调整。所以用了红笔分开来画，的确，最后我调整了远景的构图，让它往左边一点点，这样子就可以开始来上色咯。哎呀，其实我线稿的部分啊，花费的时间真的蛮少的呢。这次上色与之前不同，我先给予一个深蓝绿色的剪影底色后，开始用快速的方式先确认颜色上的配置。在这个阶段不讲究每一个物件的细节。这可真的要忍耐一下，不然真的看到摊位上有很多的碗盘，有很多的电线，就想给它刻画下去啊。画好了右边的前景的快速色稿后，确认没有问题，就可以开始细修。在细修的阶段，都会吸取原本在色稿上面的颜色，然后再去做微调，创造丰富的笔触。我认为啊，里面最难画的不是碗盘等细节，而是摊车侧面的铁板，因为这是一个大色块，要怎么样创造丰富的色彩细节，很考验功力。我的做法是吸取上面的颜色之后，调整色相或者是彩度来去做丰富的色彩细节。调整微微的色相会创造丰富度，降低彩度会让冷色里面藏暖色。反之亦然，好好运用哦。刚刚洗完了澡，画到现在有记录的时间呢，是1个小时32分钟，中间有其他的任务要去回讯息啊、回信件啊等等。插画家到后来其实能够创作的时间相对来讲是会越来越少的。新手插画家的话，好好的把握现在还可以自由创作的时间。接下来灯笼的部分是个关键，之前上一张的灯笼就是用太多的图层属性去做堆叠，这一次我要直接画，就是选什么颜色就画什么颜色。灯笼上面的纹路就是一条一条画出来的，这样堆叠虽然画起来比较累一点，但是最后呈现的成果会有一种手绘感，因为手绘不可能用图层属性去堆叠，这样的画法才会传透出一种朴实感。招牌的花纹就相对简单了很多，但是相同的
越简单的东西越要注意色彩，我就在上面会做一点点颜色的变化，即便照片当中可能没有呈现出来。招牌底色的红色，我就直接用我自己制作的变色笔刷来去绘制，在画图的每一笔都会有微幅的色彩变化，相当的方便。那么我今天会继续画，但是我们今天换一点角度。早上的时候在拍线上课程正课的影片，相机啊、iPad 啊等等都是画面都是正的，然后用这个角度来带大家画画。这样的话，我不知道效果会怎么样。你是喜欢镜头架设在另一边，像个朋友一样在看我画画的那种感觉，还是正课的时候垂直拍摄的这种效果呢？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哦。地板是很多人容易忽略的地方，在画地板的时候，我的运笔会偏向于水平方向，也就是注意笔触上的透视。记住哦，笔触可以塑造形体，也就是跟透视有关啦。至于色彩的部分，就跟铁板一样，记得常色以及注意夜视光源的位置哦。接下来要来画远景了，因为前几张作品都是白天，夜景的远景我还需要熟悉一下下，所以就先从右边的远景开始画吧。先来个深色底色，再开始上建筑物的细节。由于都被遮住了许多地方，加上又属于最远的景啊，那就来练练手咯。不要刻画太多的细节在上面啦。终于要来画最困难的地方，也就是对面的鹅肉城。因为有许多光源在画之前，我还先仔细研究光线呢，然后决定要先画建筑物上面的墙面。在上建筑物墙面的颜色的时候呢，我要把光源的颜色画上去，例如红色蓝色。然后用笔触一块一块规矩的去做颜色的变化。我知道照片上面的渐层是颜色的渐层，但是渐层的颜色在表现上弄不好，其实会非常的脏。那么我倒不如用明显的笔触来去创造自己的风格。在墙壁画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发现灯笼这字写得太不明显了，所以就在这时候，我就决定要把它加深。之前背景还没有画的时候担心加太深会不会太超过了。现在背景开始画了，所以呢，可以发现其实画的还太淡了，就勇敢的压深字体吧。画到骑楼的时候，我告诉自己不可以看得太仔细一定要用大量的色块鬼混过去就好了因为花太多时间，其实对画面的影响并没有很大。那倒不如撇一撇，用笔触创造细节，还比较简单哦。不过这里相同的，用色块撇细节的同时，我依旧有注意到透视哦。机车的屁股的时候，心想这真的是太简单了，只要剪影画好，然后车牌、红色的车尾灯、后照镜、剪影里用更深的地方画轮胎位置，撇一撇，车子边缘上橘色的光线，还有人的剪影，也是相同的做法。至于写字就是写字这种场景不写字不行，但是真的好讨厌写字这里没什么好分享的，就像罚写一样，非常的痛苦。我觉得整张画面最难画的除了比较色彩单纯的地方之外，最难画的就是霓虹灯。在没有涂层属性的辅助之下，我又不能使用笔刷内的荧光笔，用荧光笔画会让整个画面超级的突兀又不协调，所以在这关我卡了很久很久最后选择把笔刷调整的细一点，先画好霓虹灯管之后，再回头去画建筑物上面的灯管的颜色，绿色红色蓝色白色等等，最后再强化灯管的颜色细节。不过我仔细的想一下，如果是手绘的话，除非使用超级荧光的颜色，否则是画不出来霓虹灯的感觉吧。那这样这次的画法之下，我应该就不用特别的去追求了。来到最后的最后，来画我的角色啦。猫老板大大的眼睛，渴望着眼前的美食，把眼睛的反光画出来，灯笼投射到帽子的光线展现出来，其实很简单，就这样就完成了。这是我整张唯一一次使用涂层属性，就是能够调整整体的颜色。我加了蓝色覆盖上去，
让画面当中的蓝色可以更加鲜艳一点，更能跟灯笼的橘色、店家的灯光形成更明显的对比。哎呀，如此一来，整张就完成喽。终于啊，把这一张画完了。有记录以来的时间是5个小时44分钟，真的是蛮累蛮辛苦的。上色的时间就花了整整5个小时，但是你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一张它本来就是难度复杂度比较高的一张，然后我觉得可以在5个小时44分钟完成，已经算是进步非常非常的多。我们可以来看看这一张图，这是我之前画的，锐利感很重，什么都要画得很清楚嘛，对不对？那这是我现在画的，老实讲，我很喜欢我现在画的版本呢。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虽然每一个东西都没有说画得很清楚，可是很有画图的味道。上一张说真的画起来硬邦邦的，对比度我觉得有点高，有点像是跟照片一模一样的那种感觉，基差什么的还用高斯模糊啊图层属性的运用啊堆叠等等的。可是呢，我更喜欢这一张，深的地方是蓝色，亮的地方是红色，很符合这一张的感觉，所以对我来讲，这就是算是一种进步吧。所以超越自己有没有成功，我觉得是大成功。第一个，我会拍好照片之后，去修到影子不会过深，然后就可以看得出影子里面的细节，也不会整个对比过高。然后在画的过程当中，我几乎没有用任何的图层属性去做堆叠，选什么颜色就画什么颜色。有啦，最后在修饰的时候，我有用覆盖，算是整体的覆盖，去做一个色调上面的统一而已。那在其他的部分呢，我完完全全没有用任何的图层属性，硬笔去画它，超屌。可以看到我画了很多张的作品，然后到现在我再重新再画一张，我觉得进步真的非常非常的多。如果你对我画的笔刷有兴趣的话，那是我自己制作的笔刷，所以我目前的话，只有在我新的线上课程我才会开放学生使用，那欢迎参考一下我的线上课程哦。那还有一个常常大家会问的问题，保护贴是用怎么样的保护贴？也欢迎在底下的资讯栏我都放在下面啦，里面的价格就是优惠的价格，然后我用的呢是亮面。好了，那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欢迎在底下留言。如果你有想要看我画什么样的内容，或是做怎么样的一个有趣的企划，也欢迎跟我分享分享，好不好？那我是糯米，大家拜拜。